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根爸爸。前两天呢，从台湾寄来了一个盒子，这是台湾的一个网友啊，他联系我说他们那边有一个群，然后有几个朋友都是 Switch 坏掉了，然后一共凑了5块主板给寄过来，让我帮忙修一下。OK， 那我们来开箱吧。这边有2块电视底座的主板，他说有故障，不会充电跟无法显示啊。其实我之前有修理底座的经验啊，无法显示的话，把那个屏蔽罩打开，补焊那个芯片，有可能它会恢复，但是过段时间又会坏掉，所以我觉得修复的机会不大。然后呢，不会充电的话，如果是充电的那块 USB IC 损坏的话，那更换的话就可以修好。那它这里面有可能这2块板可以合成1块板。当然了，如果是绿灯闪烁的话，也是补焊了以后呢，它会好一段时间，过段时间又会坏掉。原因呢，我到现在还没找到。我总觉得可能主板上有某个器件是变质啊、电阻啊、电阻值漂移啦，还是怎么样的，或者是板底有问题，反正没查到确切的原因了。如果知道这个故障的朋友呢，如果能告诉我的话就太好了。OK， 那接下来啊，这边有个大的5块主板，我记得说是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是4号主板，找到1秒了啊！它这个是4号主机啊，它写了形容很简单，就泡水，估计泡水以后不开机了。但是机主呢做了很多尝试啊，我们放一边。接下来这块主板呢是2号，他说2号拆开时发现有部分泡水，导致一边的910空没法侦测使用，已交叉测试，排除内部排线问题，金手指也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看3号。3号错误代码2101001，看您的视频似乎是更换电源芯片啊，开机就这样的话，那很有可能是 M92D36 了。这是5号，5号我们看一下，5号之前有跟我联系过的朋友，状况是主机初始化后，荧幕显示插入910空，插入有声音，但是910空没有反应啊。最后一块是1号，我们看一下邮件怎么说。1号啊，因为使用了副厂的座充，导致910空无法充电。910空无法充电，已交叉测试排除内部问题，金手指也没有问题，而且长时间玩会导致主机发烫。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奇怪哦。这是块能开机的板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块开始看吧。OK， 现在看到第1块主板啊，他说不充电，2面手柄都不充电，但是呢，我这手柄插进去它就充电了，而且我是以电池的状态在给它充电。另外呢，我这边左边这个手柄啊，我这边有很多手柄，但是呢，我平时有个习惯它充满，所以呢好像都是满电的，但这里有一块大家看一下，插进去以后呢，看到没有，它也充电，然后一下子就变满电。这个状态它不充电其实很正常啊，现在是用电池状态嘛，只要是手柄不是很亏电的话，它不会去充电。所以呢，怎么样来测试它这个充电到底好不好呢？其实啊，我只要今天晚上给它插一下就 OK 了，把这个电源给它插上。你看没有，电源一插，它2面手柄都在充电了，所以我觉得它这台机器就是没有问题的，可能是用户自己的感觉啊，他以为手柄只要插上去就会充电吧，到时候我跟对方沟通一下啦。OK， 接下来我们看2号板啊。2号板是说拆开时发现有部分泡水，导致一边的910空无法侦测使用，以交叉测试排除内部排线问题。看这个图片啊，是左边的手柄不识别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是2号板，我已经装进去了，然后已经开机了，很顺利哦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啊，果然不识别哦。我们看看右边，OK 没有问题。那么刚才在看主板外观的时候，我已经发现有点问题了。它这边应该是进过水吧，缺件了。这边缺了几个电阻、电容之类的东西。那我们先把电源关掉，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它周边的元件，好好观察一下吧。缺什么补什么，然后我们再测一下。OK， 我们现在先在显微镜下测一下啊。它因为这个座子这个手柄是有出嘛，看一下它的阻值。我们从下面开始啊。第1个角接地，第2角接地，3角接地，第4个角应该是主供电。主供电它这边没有阻值，那应该是正常的，因为主供电我估计有什么开关管控制啊，这边没有阻值很正常。第5只角565 OK 有阻值。第6只角没阻值，这边就不对劲了。第6只角应该也有700多的阻值。第7角接地，第8角接地，第9角754正常。第10角没有阻值，也是正常的，我对比过的啊。第10角，最后一个角634。那么现在我们问题出在第6个角没有阻值。第6个角没有阻值怎么回事呢？它这边第6个角是这里啊，没有阻值，一路走过来，这边有个焊盘，这边焊盘已经烂掉了，然后这边跟这边，我们看一下，我拿看我的料板，这是我的料板。
759组织正常，然后我们就是要从这边跟踪一下，跟哪里通着的啊？我们看看759，那很明显啊，这个走线走在这边，这边肯定是有的。然后这边跟对面是通着的，哎，到这边都是通着的。那我们就看一下这条走线吧。我们主要找到那个759的组织，然后把它接上，应该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啊。这边这个焊盘好像还在，我量一下，对，这个焊盘还活着，但到这里对面这个焊盘没有了。但是我们要找到那个759的组织，哎，我在这边找到了，这个地方，它这边好像烂穿了嘞。我这边刮出了点铜箔，我看能量到组织没有？没有，彻底没有。那么说明它这个线是从这个点的底部进来的。那我们只要飞一条线从这个点到这个点，应该就 OK 了。它出来下面好像有2块啊，不知道哪个跟哪个。哦，这边是一条不相关的点，难道这根线应该连上吗？先飞一条线吧。因为这边这个亮点是不相干的，所以我先要用滤油给它遮一下，以免影响到其他的电路。诶，这个点非常小，我们要注意了，也盖到边上去了。然后这边我刮出来一个铜箔，它已经没有用了，我也给它盖一下。先这个状态啊，给它烤一下。OK， 这边的滤油已经烤干了，我们开始给这2个我们要飞线的焊点上漆吧。这个点很轻松，这个小点可能有点悬。第一个已经上去了，看一下第2个。OK， 但是这个点好小啊，这么小的点就担心焊不住。OK， 我们开始飞。好，第一个角线也没有问题了，已经固定住了。有点悬啊，这也焊不住。我先焊住了。我们先测一下组织吧，其他都是假的。OK 啊，754的组织出来了。我们先把板子洗干净，但是呢，我滤油先不打，等待会儿确认了可以识别了，我再给它打滤油。好了，上机测试。OK 啊，这个2号板我现在已经给它装上去了，这边是我补过的地方，然后呢，现在已经开机了，看看我们有没有成功。插入了哦，插入 ，Yes， 轻松秒杀。顺便把左手柄也看一下吧。好了，那这个2号板就彻底修复了，然后呢，给它打一下滤油吧。OK， 我就在这个机壳里给它打滤油啊，因为我打完滤油以后呢，我打算还要给它测试一下，然后再装起来。然后有个地方电容上面弄到了一滴，给它擦掉。哦，完美了。接下来就给它烤一下。
OK， 刚才这边的这个滤油啊，现在已经彻底固化了，这样就保险了嘛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测试一下它的动作啊。系统已经进去了，关键是右手柄我们插入 OK， 然后在左手柄插入 OK， 那么第2台就秒杀了。我们接下来看第3台，接下来看我们第3块板子啊，什么故障呢？错误代号21010001。OK， 我们先装机。好了，3号板我已经装机完毕了，所有接口都接上了。我们转过身啊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哦，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。然后我们开机。21010001，哎，这个的确是 M9T36，它的系统是 7.0.1 啊，这台机器已经死了很久了嘛。先给它断电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直接先量一下 M92 吧，9T36，看看周边有没有短路哦。希望是你啊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就可以秒杀了。果然是你啊！这颗芯片好像被吹过，我感觉这周边有汗油，不知道是被换过还是被吹了以后，后来没吹下来还是怎么样的。OK 啊，这边2颗电容短路，我们先把这个 M9拿下来再说。OK， 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个玩意拿下来。好了，芯片已经被取下了啊，我们测一下还有没有短路。这短路必须得消失吗？因为这本来就连在这里的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拨一下吸吧。好了，中间的吸掉点。OK， 吸得蛮干净。然后我们准备芯片啊。然后四周补点汗油，我们给它拖一遍就结束。那接下来就是把它洗掉了。来，我们先来测一下它周边还有没有短路。没问题了。OK， 来好好刷刷干净，然后我们上电视机。OK， 这个是3号机，换了 M92 芯片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焊好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全都接好了啊，我还没开过机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开机，成功，还是飞行模式。然后给它供一下电看看啊，正常 OK。
反差也 OK。OK， 两边手柄 OK， 然后把它拿掉以后 OK， 蓝牙也是 OK 的。好了，那么这台机器第3台现在也轻松秒杀，那我们就关机。我们接下来看第4台。OK， 我们的第4台来了。第4台的故障我们就不用看了，手机上写了2个简单的字，就是泡水。这台机器呢，屏蔽罩是没有的，然后看这边周边应该是被吹过了，有被高温吹过的痕迹，这边也焦掉了。这边电容东倒西歪啊，这里有焊剂在冒出来，这个内存也被搞过。我怎么感觉可能是内存被吹过 ，CPU 没被吹过吗？也不一定。而且这边好像这边也都是一圈焊油嘛，其他地方的话倒是没什么，但是的确是净水机很明显，这边腐蚀挺严重的。但是净水标贴没问题，这个就很奇怪了，一看就是整块板被洗过了。你看主供垫的这个皮都没了，肯定是放在什么溶剂里面搞过了。这个也是整块板估计放在超声波里洗过吧，我估计。所以这块板最好不要先上电测一下电流，测一下电阻组织对不对，测一下周边电容有没有短路。供电这块好像是组织是 OK 的，然后没有大短路的迹象。看一下这一路 CPU 这一路呢，这2路大致是正常。多少忘了，好像也正常。为什么它这个不是焊油啊？我感觉是松香，凝固了以后是固态。就看一下反面各路供电，好像没什么短路。我们先接一下电看一下。完全不上电啊！完全不上电的话，就主电源首先要看一下。首先看一下主供电，就这个家伙，你看都掉了皮了，先把它拿下来再说吧。OK， 这边怀疑它主供电坏了，我们先把这个主供电拿下来。轻松拿下下面一塌糊涂大家能看到没有？可能是烂掉了看一下。好了，开始清理。好了，OK 找了一块 G7610A 主电源芯片，我们开始要给它直吸。G7610跟77818这个孔是一致的，我们看一下。对正正好好。OK， 然后灵魂时刻了。好，搞定哎呀，太失败了吧！再看一下，少了一排。行，重新来。最后再归位一下了，没有问题了。接下来准备安装。
接下来焊接了啊。OK， 那这块主板的主电源芯片啊，我们已经更换完毕了。那接下来我们上电视机吧，转过身，然后它这边的核心呢，怕把它碰坏了，刚才我用高温胶带给它保护了一下吧。到时候如果能修复的话，装机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把这个胶带拿走哦，不然会影响散热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加电，开机，一样哦。一样开机开不起来呢，就说明哪里有问题，哪里有短路，说明它那块芯片是好的。我们刚刚没测到有短路呢，白忙活了。OK 啊，刚才测了一下，找到一条线索，就是这边这个点对地短路了。然后呢，我一测到它这边应该是它 WiFi 的供电了。那 WiFi 供电短路的话，说明 WiFi 下面有可能被它吹过了以后连吸了。导致短路，也有可能这个 WiFi 芯片已经坏掉了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 WiFi 芯片拿掉，看看能不能点亮了。我现在显微镜下一看，我就知道这个 WiFi 芯片怎么回事了，彻底被它吹歪了。哎呀，这个事情给我说一下就好了。哎，不对啊，它这边 WiFi 这边一个金正也不见了吗？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边缺件了，这里少了个金正，还有好多吸球哦。我就担心它会缺多少零件啊，有点悬。金正也没了怎么办？我去哪里找金正给你？好吧，开始吹。吹之前要保护一下。OK 啊，我们先把这个芯片吹下来，然后看看机器能不能点亮吧。系统是肯定不能进的。它这个松香焊机噼里啪啦的响，这芯片都斜在那里。好了，接下来还要把这个电容补好，把这个电容放上去。OK， 搞定。接下来清扫焊盘。OK 啊，现在把 WiFi 芯片去掉了，再看一下它的主供电能不能供上来。0.6安培啊，这个电流不对啊，正常应该是0.2，肯定哪里有问题了。这台机器啊，被冻太厉害了。CPU 好像有点在热起来，这个有点讨厌了嘛。CPU 在热的话有点讨厌了。然后呢，刚才我又发现它有个问题，我为什么怀疑到 CPU 呢？这两个点啊，我们把它放大一下。这两个点其实是 USB 这两个点呢是通过这两个应该是排感，对，它没有断，这边到这边它直通 CPU 底部的，但是呢它现在没有组织了，一点组织都没有。那这个情况的话，要不就是 CPU 下面脱焊了，要不就是 CPU 内部损坏。所以呢，我这台机器我打算暂时放一下了，可能比较难修。我们还是早点看第5台吧。OK 啊，我们来看一下第5台啊，这是5啊。然后怎么说？他说之前有跟您联系过的朋友，对，有人先联系我了。状况是主机初始化以后，荧幕显示插入910空，插入有声音，但是910空没有反应，那应该就是没有顺利识别了。然后呢，
主板拿过来一看，我发现这边啊被他用滤油补过啊，又焊过啊，可能这边出问题了吧？这边没有任何问题了，一点修补的痕迹都没有。那我们先把它装到机器里看一下状况。OK， 我已经把第5台机器组装完毕了，所有的线都插好，除了这一个喇叭，然后我们把它转过身，然后我们开机，应该可以轻松点亮吧。OK， 初始化以后不能识别手柄，在这个画面不知道是哪个手柄不能识别，它也不说已经登录了，那2个手柄都没有登录啊。好吧，知道它有问题了。我这个手柄好像已经配对了，那问题就出在另外那边了。这个手柄它已经自动配对上了，看到没？我把它关掉，然后再摁一下，配对了，没问题。就是这个，肯定是断了哪条信号线了。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 我刚才测了下它这只有问题手柄的组织，发现它第6只脚有问题啊，这是第5只，它有组织是6，那第6只应该也是5吃6左右呢，结果呢对地短路，这2个脚本来就是低，这几只脚都 OK 啊，就有第6只脚很奇怪，然后它边上这个滤油已经被我刮的差不多了，它这个座子可能是它换过还是怎么样，这样有所晃动，所以它怕它晃，所以用滤油去固定，但是呢现在因为它这边第6只脚短路嘛，我不能确定是个座子的问题还是它电路里的问题，所以我现在打算把这个座子给吹下来。OK， 让座子移掉了以后呢，我测这第6只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6只脚还是短路，那说明那跟座子焊接没有关系，板上短路。然后呢，我查了一下啊，找了很久，找到了，它那第6只脚是通到这边这只脚，然后呢和这只脚。这2块芯片啊，另外一边的手柄也有，它这边是不短路的。那所以呢，我现在觉得要为了排除嫌疑呢，基本上是这一块芯片和这块芯片一块块拿下来啊，看哪块芯片短路了，换哪块就 OK 了。那我们开始吧。OK， 芯片拿掉了，我们看一下短路有没有消失呢？哎，短路没有了，那么就是坏了这块芯片了。短路算是没有了，是不是组织也没有了？哎，组织有呀，但是没这块芯片肯定不行啊。我们先试一下吧，我先得把它这个座子给焊回去，座子焊回去以后再焊芯片会比较好一点吧。OK 啊，我刚才花了点时间把它这个座子重新焊回去了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焊这块芯片嘛，我从我的料板上拆块芯片给它焊上去，看看结果如何。首先处理焊盘啊，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我要牺牲我的料板了。OK 啊，料板就位了啊，我来拆它。趁热打铁啊，直接给它焊上去。加点焊油。用烙铁补一下吧，现在焊应该是焊的差不多了，感觉不饱满。对了啊，可以再看看反面的座子啊，现在是安然无恙。好了，测一下组织，没问题的话上机。第4个没有是对的，第5个组织是多少？5、6、7对的，第8个 OK 720对的，第9、第10、第11 717对的，第12个是没有组织对的，第13个是6245对的 ，OK， 完全 OK， 我们开始上机吧。OK 的啊，这个第5块主板现在我也给它焊回去，现在是这个状态，都装好了，让我来看一下吧。
OK， 最关键的啊，我们插入手柄，先左边这个，左边这个 OK 了啊，然后右边这个，同志们，修好了 ，yes yes yes， 好了，终于搞定 ，OK， 今天维修就到这里了。还剩下第4块主板，看那样子这个状态非常差，应该挺花时间的。当然也有可能是修不好的了，这个我另外再做期视频吧，回头再慢慢研究了。现在已经快天亮了吧，已经我日本时间啊3点54分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